德云社队长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多大？一队队长栾云平因为性格耿直、铁面无私，被郭德纲任命为一队队长兼德云副总，掌握德云社演员的演出大权。您跟他说话的时候小心着点儿，到时候人家说给您穿个小鞋，您不得忍着吗？副总就想给我穿小鞋，那怎么茬啊？那怎么茬啊？我穿多少年小鞋了都让他。虽然说段子有些夸张，但整个德云社除了郭于二人和岳云鹏外，所有人的商演都归栾云平管理，因此师兄弟对他也是既敬既怕。除了工作上一丝不苟，栾云平还敢对郭德纲提意见。您应该多上小剧场去演出去。好，这个说的对。而且这个您要比如没时间啊，或者是哪个于大爷演一演啊，您跟徒弟们一块儿演演，只要是您能演上。真是我们也乐呀，观众也乐。二队队长李鹤东，原本二队队长是郭德纲的大弟子严云达，后来不知为何突然退社，于是郭德纲就任命李鹤东担任二队队长一职。至于李鹤东为何能当选，除了手段强硬能镇住其他人外，还因为他是个忠孝之人。在8月风波德云社快要倒闭的时候，李鹤东和他的哥哥李云天直接表示卖房帮师傅。你们俩怎么办？因为跟您这么些年了，也无以为报。如果还能干的话呢，我们还跟着您一块说相声；如果不能干呢，我们家这个拆迁呢分了3套房子，我们哥俩一人1套，那套卖了，把这钱给您，算是补您这么多年来养育我们这个心情。虽然说最后郭德纲没有答应，但这份孝举一直记在心底。在严云达退出之后，立马调任李鹤东进驻德云2队。3队队长孔云龙作为最早跟随郭德纲学习相声的弟子之一，孔云龙因为出众的天赋早早被器重，虽然后来因为种种意外没能火起来，但实力在线。4队队长阎鹤祥，虽然郭德纲总说他不务正业，但能被选出来给郭麒麟当捧哏，实力可见一斑。不过也因为爱玩的原因，阎鹤祥有时候连自家队员都认不出来。5队队长烧饼，作为郭德纲的儿徒，烧饼虽然相声水平一般，但在管理队员和情绪安抚方面有着很大的天赋。6队队长张鹤伦不仅演出风格独树一帜，还是所有队长中有名的酒蒙子。说什么来着？张鹤伦一端杯，你们就赶紧跑。上次张鹤伦一个人喝倒咱们一队，你们忘了？7队队长孟鹤堂也是德云社最惨队长。虽然说孟鹤堂在自家队员面前没什么威严，但他所在的队伍是成角率最高的，像秦霄贤、刘晓婷、尚九熙等人就出自7队。8队队长张云雷，光是王慧表弟的身份就胜过所有队长。9队队长张九龄，所有队长中年龄最小的存在。原来德云社队长中一大半都是太子党。我是您的员工啊，邵东家，我一生为您效力。邵东家，我一生为您效力，既是台词又是真心。作为郭麒麟的童年玩伴兼第1任搭档，张九龄是郭麒麟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，哪怕后来2人分开，也丝毫不影响2人的感情。同样少年相伴，不掺杂任何杂质的还有栾云平。为什么你要保护阿栾呢？因为首先这我哥呀，跟我们这都是小时候看我长起来的。你们差多少岁？你们之间？我跟栾哥10岁啊，12岁。12岁，你是84年的吧？对。如果不是郭麒麟亲自爆料，谁能想到2人关系竟然这么好？要知道，在录制德云团综之前，所有弟子都不敢和栾云平说话，烧饼和岳云鹏也同样如此。我还给他洗过澡，我哄他睡觉，我都干过。那时候都多大？8、9岁，6、7岁。对，8、9岁太大。6、7岁，你应该是6、7岁那会儿，我哥刚来。我给你洗澡那会儿你15了。想当年，郭麒麟每月工资只有5000元，不够花了就找这些师哥要。现在几人更是建了一个德云社内部喝酒群，有事没事就聚到一起喝酒聊聊天，不要太融洽。另外，阎鹤祥就更不用说了，太子妃的称号可不是凭空出现的。只要郭麒麟想接手德云社，他肯定第一时间付出相助。而除了这几个队长以外，德云社其他演员也都是太子党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秦霄贤。别看秦霄贤进社时间比较晚，牌子也比较往后，但他还没进入德云社之前就已经和郭麒麟认识了。包括老秦，他刚从戏校毕业的时候，那会儿我们也老在一块儿，有狼人杀呀，什么有熬夜，那会儿也有他。他原来那会儿我就认识他啊，就他那这么火之前我就认识他。成为网红之前，可以说秦霄贤进德云社学相声，有一部分是受郭麒麟的影响。再有就是师兄弟们来往比较少的陶阳，他谈起想让谁当继承人的时候，也直言不讳的表示和郭麒麟更熟。早年德云社5队有多疯？如果不是看到这一幕，谁能想到早在7年前，孟鹤堂就已经台上表演内蒙古黑怕了。都知道孟鹤堂男扮女装是一绝，他在呼麦跳舞方面也样样不落。现
现在大家知道身为6队队长的孟鹤堂为什么没有权威了吧？这撒欢的样子真的很难让人信服。就是不知道郭德纲把他调到7队，是不是因为和烧饼在一起太闹腾了？偶尔不跳舞的时候，孟鹤堂就拿着话筒在台下乱窜，仿若一个街溜子。现在的孟鹤堂虽然很少跳舞了，但每次封箱演出，他所在的队伍就花招百出。像是去年7队封箱演出中，他就带领众队员上演了一出下白雪公主的故事。虽然不知道这个节目是谁负责策划的，但稀奇古怪的内容确实很好笑。而除了孟鹤堂以外，尚九熙早年也是一个跳舞小达人，但凡大型演出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虽然说现在因为影响的问题，德云社演员都收敛了不少，但是大家也都有了自己的接班人。比如说5队有孙九香，7队有秦霄贤，就是不知道郭德纲看到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态。